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呢，一样用直播来为大家做服务。今天我要聊的是我常说的，我相信老天，我相信宇宙，我相信你。这几句话是我还蛮常说的几句话。如果有家人跟我在通赖的话，就可以发现我还蛮常讲这几句话。这几句话其实是很重要，在平常生活当中。嗯怎么说呢？如果练习到一个阶段的人，你会知道你的每一个意念都很重要，对吧？所以呢，有很多家人在问我问题，或是我在帮他思考怎么样做会，就是让他怎么样让他头脑的想法会有个转念。到最后我都会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都会说上这一句话。这不是安慰对方而已，这其实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些人就会说啊，你的心想事成，你总是心想事成，我都没有，一定是你的那些你讲的话，老天都有听到，那我讲的可能老天都没听到，或者说，哎，你的祈求可能比较准。我跟老天祈求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准确，就没那么到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对的说法，应该说，我每一次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都代表着我对未来的那一个结果是相信的，是相信就是那样的结果。但是中间的过程，我从来都不会去胡思乱想。比如说我常讲的车位这件事情，我过程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塞车，怎么样拥挤，但是那个过程我都没有去想，我只是去想我到达那边的时候会有一个车位，但那个车位是真的把它想出来，而且是我相信我自己就会有一个车位。那如果说，在别人，比如说我租房子这件事情好了，我在要租房子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多人类都开始会去找啊，上网 Google 要什么按，就是要有什么样的网络，就是你要怎么样的建案啊，就要把它写下来啊，一一的逐步的去把它登记下来之后，然后一一的去看啊什么的。但我之前有用影片说了，其实我那时候就相信我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合我，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房子。所以呢，在找这个房子的同时，就是这么一次就看就顺利了，就选择了现在住的房子。那你说买卖房子呢？之前也是有听家人在讲啊，就是诶，为什么好像很不顺利？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相信这个字眼上面，一定没有像我一样是100%的相信，100%的相信。比如说，嗯，如果有人问我说，诶，你可以帮我祈求我的房子早一点卖掉吗？OK，我就帮他跟老天做了一个小小的祈求的动作。后来收到的讯息是，你出的价稍微有点太高了，就是如果你要顺利卖掉的话，可能要稍微低一点点，一点点。那我就把我收到的讯息跟就是那个朋友说，可是那个朋友可能就会说，我买的时候。我还花了很多钱呐、然后整理了这个房子啊，然后我可能还花了什么心思在这个房子上啊，就是怎么样也不愿意把价钱压低那么一点点。那我觉得，那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不会再继续，我当然还是会帮他做祝福啦，但是，事在人为嘛，事在人为。我已经把我收到的讯息跟对方讲，那对方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就由对方自己去，我是不会干扰对方。一直到现在，其实他也是不愿意去放软，就是那个价钱，当然是还是当初他自己当初定的。那我是无所谓，只是如果是我收到了这样的讯息，如果我很急需要用
用到钱或什么，那当然我就会听到讯息，我就会把价钱压低一点点，因为毕竟看房子的人很多，并不是说没有人看房子，只是说大家听到价位可能就会稍微有点吓一跳，所以嗯，那他就会觉得说是我自己都在心想事成。然后他一直都没有心想事成，我就觉得，这是人类有练习过跟没练习过，当然那个人是没有练习过啦，就是他是一般的人类，所以我觉得这几句话是很重要。比如说，我常跟我的学生说，我相信你。比如说要上场前，我们1年1次都会有个音乐会，然后把1年学到的成果来做个展现。孩子要上场前总是会很紧张，但是我都会跟他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你，因为当学生听到老师跟他说"我相信你"的时候，其实他内心是有一份安住不稳定的那个心，所以当他心安住了之后，他的所有表现当然是会更稳定的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是常这样跟他说，我不管你功课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未来绝对是一个很有用的人，绝对是在社会上是一个发光发热的人。那你要去听到重点哦。我讲我相信你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牵扯着过程，我没有牵扯到这中间的过程，我只是把我要的实相，也就是我要的结果想出来，就是讲出来。但是其实讲的同时，我的脑袋是有画面出去的。我脑袋是有画面出去，不是只有说而已哦。也就是说，我每当跟我孩子讲一次，我相信你未来绝对是发光发热的时候，我脑袋其实是有想一个蓝图，就是他未来可能是一个怎样子的。比如说，我儿子前阵子很想要开飞机。那当他说我想要开飞机当机长，我就会说好，我相信你。那我就会去幻想他开飞机的那个模样，那个模样就会出来。但是可能过了一阵子，他又不想开飞机的时候，他可能想要当大老板的时候，我说 OK 好，我相信你，所以我就会把他是一个大老板的模样想成是真的。那又可能过一阵，他又跟我说他想要成为一个篮球队长，我说 OK 啊，那我就会把很棒的篮球队长的模样把它想好，那我就会跟他说我相信你，不管中间是怎么样，我永远是说我相信你，然后把那个实相的画面放在我的脑袋，然后跟那个对方说我相信你。我女儿也是一样，就是我用这种方式对待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不是只有我的儿女、聊天室的家人或是订阅者。订阅者有时候问我问题，我也是不管他问我什么问题在前面，但是我回复他之后，我后面总是会说我相信你。但是那个相信，比如说夫妻要变好，我就会把夫妻恩爱的模样想在那里面，然后我会说我相信你。然后呢，如果说是事业不顺遂，然后他可能问我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慢慢来，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那他越来越好的那个画面，我就会把它想在这里，然后用很认真的态度去回答他。当然，如果你有认真去做这个实验的话，你会知道，其实经过时间的印证，你会发现这几句话是非常有用，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它一直点滴在把你要的实相逐成实相，就对了。它可能是空的、虚幻的，但是你每一次的你相信，你就会把那样很虚幻的东西，又是回到0跟1的概念，就会把它建筑起来，变成是真的实相。所以我常说的，我相信老天，我相信宇宙，我相信你，是因为我认真，我非常100%的相信，而不是嘴巴说说，但内心有那么丝毫的质疑没有。当我说的时候，我就是100%的相信，然后用时间来印证我说的。就是如果有接触我的人啦，就是有跟我交流过的人，我就会用时间来印证我说的。当对方有跟我分享任何一点进步或是任何一点美好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相信老天，相信宇宙又对了，就是又
印证了一次，就是每一次的印证，你更可以增加你的信心。所以我的信心就是这样点滴点滴，逐渐壮大。所以你们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给自己这几句话来帮助自己，除了安住自己的内心之外，其实你自己也在未来的那个蓝图点滴的把它建立成实相，记得不要去质疑中间任何一点过程，那个过程你都不要丝毫去想，你就去想那个结果就好了。但是所有的过程就是靠你很认真、很踏实的去执行，然后呢，你再靠时间来印证你的相信是不是100%印证了。如果是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好，以上报告完毕。好，我很认真讲，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你要跟我分享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常说我相信老天，我相信宇宙，我相信你这件事情，也可以跟我分享，我可以开始聊天了。好，我来看看前面有没有问我问题哟。啊，好多人呢，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Hello，蓝6岁，还有小猫咪，还有 CK，对不对？KC 啊，KC，还有 NG，还有塔塔，还有那个飞机，小风，一花一叶，JJ，小飞，小飞，终于看到你了哦。OK，好，还有真雅慧，万德，谢谢你哦，一直在帮忙我。啊，OK，还有 Lin 啊，还有168，沉默好，沉默早安。对，所以呢，请教0跟1的概念怎么用好？那我再讲一次0跟1好不好？好，阿斌报道，Hello 汤马斯，俊玉，还有命，还有 Kiki，还有四合，对不对？还有 Jim，还有 JJ。好，我再讲一次0跟1。我不知道你们对0跟1，其实0跟1的概念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意念啊，我们每一个意念都会一直重复的出现，对吗？比如说，我好想要一个，旅行好了，旅行，我想要去旅行，我想要去马来西亚旅行。好，可是我想要去旅行这件事情，我可能想一次，我今天可能想一次，就会产生一个零，一个零。我说过了，我们的任何万事万物最后都会被划分成原子，原子里面有原子核啊，还有中子啊，还有正电、负电，对不对？那太多学术上的名称，我们就不要去讲那些。就是零那个正跟负，我们就把它归纳成0跟1好了。那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0跟1所组成的，也就是原子里面的正电跟负电，当然还有中间的电子，那个原子核、电子核，还有中子，那些都很深奥，也就是必须要用显微镜。就是划分，再划分到最后才可以看到的一些小东西。其实我们在能量场里面，如果你随便抓一个空气，你用显微镜去放在里面，其实它也是可以分解出东西，就是我们讲的那些原子，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或是没看到的，看得到的就是物质嘛，看得到就是物质，你看不到的就是事件嘛，看不到的除了事件，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也是你看不到，但是中间都有一个能量流在互相串联着。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聊天，我跟看影片的人都在聊天，你们都可以感受到我的震动，不管是声音带出来的震动，还是我意念散发出来的震动。如果你们可以感受到我，应该多多少少都可以知道我是善的还是恶的。对吗？如果你觉得我跟你的频率有点相符合，你就会继续想要听我说话，或是想要看我的影片。好，那我刚刚说我想要去旅行，也就是我在想了一个，可是我想了一个之后就摆在那，我不想它之后，其实那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我想要去马来西亚旅行的绕场，
就会出现在一个你看不见的能量场里面。好，可能我明天工作我忘了这件事情，当我后天我又想起来，我好想去马来西亚旅行，然后这个绕场又出现在一个看不见的那个能量场里面，然后它就这样放在看不见的能量场，直到我可能过了暑假，我真的觉得我好想好想去哦，我好想去，然后这个绕场已经足够让我去实现我要去马来西亚玩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会顺利订了机票，然后到马来西亚去玩，懂我意思吗？如果你不相信有绕场这一件事情的话，其实你就不会一直用意念去创造你的实相。那刚刚讲说，那如果说中间不顺的话怎么办呢？如果中间不顺怎么办？中间不顺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跟我自己说，那可能就是今年年底不适合去马来西亚，那我可能明年再去也可以啊，但总之可以去吧。所以零跟一的概念就是每一件事情的组成，比如说你要盖一间房子，你要盖1楼，你需要多少砖，你需要多少瓦，你需要多少水泥，你需要多少钢筋，那是一定的数量都在，对不对？你要盖2楼2层楼的水泥。还有砖瓦都是不一样的数量，事件一样，比较小的事件，你光靠意念可能想个1天2天，这个事件就被你想出来了。可是中一点的事情，就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意念去冥想，才能把它创造出来。那如果说你有些人他可能想要很大，我想要很多很多的财富，源源不绝的财富，那可能他就要靠不断的去冥想跟执行，才能把这个实相给想出来。所以零跟一的概念就是，你今天你要去完成一个实相，你必须点滴的去冥想，必须把那样的结果每天去把它想，把它想出来。因为你可能一个想，可能代表0，一个想可能代表1，就是0跟1。就是不一定，你怎么知道它是0还是1？你不要管它到底是绕场是0还是1，就是说你不要去管这个你这一个念头出来是正电还是负电，你不要去管，反正0它自己会去找1嘛，然后就会相结合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要太执着到底0跟1要多少个数量才能完成一个事件，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讲了好多，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Hello Vicky。如果有听懂，可以给我+1吗？我觉得我很认真在讲，因为我感觉好像大家都听不太懂0跟1。素瑞，我一直相信我会中奖，所以这几年来我只有3次没中奖，每期都中，真的哟，我好棒哦！这就是我相信，对不对？所以你应该相信，我相信这几个字是很有力量的。Hello 佑星，对。还有爱健康，这个好长哦。我心静下来，心静下来，头跟身体很容易震动，很好啊，就能量进来啊，能量进来啊。你现在听我说话也会有这样震动吗？表示我跟你的频率稍微相对到，所以你会感觉比较大，所以没有关系，是正常现象。不要担心害怕，真的有人听得懂吧？我很认真的一直在说，所以感谢大家听得懂我讲什么。玉成，上天堂啊，我给他祝福呢。你就跟他讲说，你要去的地方绝对是一个很棒，然后很有爱、很有很富足的一个地方，不用担心害怕。那也是我们大家要回去的地方。你可以跟他说，你在那边等我，有一天我会跟你相聚的。对，我会这样子。我们家上礼拜，我们家养了几年呐、应该10几年的土狗也走了。所以我也是这样跟我们家狗狗说，就是娘家那里的狗儿，对啊，真的有人听得懂，好感动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问题要问我吗？对，所以我相信这几个字是真的带有力量的。很多没有练习过的人类，他在讲我相信的时候是嘴巴讲，但内心不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我有去发现，就是我有时候跟人类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聊，那我就说好，我相信，然后就说我也相信，我也相信，可是那个震动就不是真的，就是他嘴巴讲，因为我们练习久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靠震动来评断对方的意念跟到底是真是假，就是你会去发现很多人类会嘴巴说，但是内心是不存在的，但真正练习到对的位置上的人，应该是你嘴巴讲跟你内心想的是要合一，那个才叫做是真的，而且那个震动才是最直接、最纯净。记得我有一支影片讲过，最自然的震动，那个力量才是最大的。当你的口还有内心所想的都是频率是对的时候，那个散发出来的震动绝对是强而有力的。对，所以停车位是小事啊，就是还蛮常遇到的事情。所以我才会一直说用停车位，那个不管0跟1，只要累积念头就对了。是的，不要去管数量，因为你会不知道到底要累积多少数量。因为小事情有小事情的数量，中事情有中事情的数量，但是什么是小，什么是中，只有老天跟宇宙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就是乖乖听话的去想，直到它实现了就 OK 了。你可以从小事情练习啊，不要从中的或大事情 OK。对，心口合一，就是你只要相信那个实现就会是真的。对，震动就是能量进来，是的，是的。遇到挫折跟老天甩他会不会被修理哦？我也有跟老天甩太过啊。不会被老天修理啦，但老天会用他的方式安慰你，还蛮暖的。我已经被他安慰还蛮多次了，对，就是你虽然跟他甩态，但是内心不是那种反抗，或者是说不乖乖的去做好你自己这个人的载体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老天会用他的方式安慰你啊。那比如说像我，就是但是有时候会被老天扒头。我曾经感觉就是被老天扒头，就是你太爱玩了就扒头，就叫你做你不做你扒头。就是被人扒头那种，真的很真呐、很真的那种扒头。对，人类在练习我相信的时候，还是会有心虚，是正确的。我也不是一天就完全相信啦，也是靠着时间慢慢给我建立信心，才能到今天100%的相信。所以不用太急，不用太急。对，就慢慢来，慢慢来。真的练习的路上你也急不得，对，你也急不得。我的方法很实用，我已经尽量就是把那个所有我的练习简化，再简化，简化到可能一般生活上都能使用的。这就是我被派来录影跟大家分享的功课。这样你们了解我的功课是什么了吗？就是要把很艰深的微积分讲到变成1+1的数学，你们听得懂，然后应用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上，这就是我的功课。而且我必须要很简单的事情重复的一直说到你们大家都懂了，说到你们有一天你们也可以变成跟我一样去服务你们身边的人了，这样我就完成我的功课。了解吗？对，不知不觉美好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23分了。老天的概念能否具体描述一下？老天哦，我的老天爷啊！我的老天爷张开眼睛都是老天爷啊！而且我的老天爷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而且他的能量跟能力都是非常强大。他想要我的练习当中，他的神机让我吓到有多强大。可能比喻说好了，比喻说我可能想要一个蓝色的礼物，比如说我们有一排礼物在前面，讲师帮我们准备了礼物，然后呢，
要我们去选择。当我内心很想要蓝色的礼物的时候，这么多人选择，然后就会只剩下蓝色的留下，我就然后或者说，在这么拥挤的停车场里面，我一样开进去，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绝对会有车位的时候，他也会突然有人离开，然后给我个好车位，我也会觉得哇。那如果说，就是很多啦，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好好讲老天，老天也没具体，在我的脑袋里面，老天没有个具体，除非你们认为老天是有具体，他为了要服务好你。他就会用具体的形象给你知道，但在我的认知里面，老天就是能量场里面的能量流。听清楚了，我的老天就是能量场里面的能量流。然后呢，能量流无所不在，所以老天无所不在。再来，能量流里面的频率有高有中有低，所以呢，我的老天爷就是一直处在高频的频率上的那些能量流动。了解吗？为什么是我看到已被撤回？已被撤回是我不小心按到，然后就消失了，还是你们把它撤回？因为我不太懂这个。谢谢，因为你的英文字太多了。你说边走路边听我讲话很棒，谢谢你边走路还边听我讲话，好认真哦。嗯所以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已被撤回，应该不是我按到吧？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因为我真的还不是很了解这个 YouTube 的直播，所以是家人自己按取消留言，我就会看到收回讯息，我就会看到撤回留言这几个字眼，所以不是我不小心按到。OK，好，那就放心了。我怕我那个粗线条了，不小心把留言给删掉。感谢雅慧，雅慧很棒，也是有点滴在进步的家人。对，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真的。对，摆脱小我的思考习惯，要变成听高我的这个习惯，确实，我说过了，我在有一个阶段也是不太能够，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信任游戏啊，我讲过很多遍了，所以我第一次在听他的，因为真的太无厘头了。那比如说我可能要上班，他叫我就是不要去上班这种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去，还是要请假？好吧，那我就听他。可是原来听他的后面有一连串的那种开箱的惊喜，这样子。哦，好，了解，是撤回，是你们撤回，不是我。我只是怕我不小心没有按好，然后就把留言删掉。如果辨别高我跟小我的声音，通常高我就没有逻辑喽，而且高我大部分都是第六感闪一下进来的念头。小我的声音就是你经过事件的分析，然后你觉得哪一个做比较好，然后那就是你自己小我去思考来的。我家人很胖，我要怎么处理？你觉得很胖你不喜欢吗？我觉得很好啊，只要他是快乐的。胖跟瘦，在灵魂界来讲是没有分对或错的。胖他只要心中有爱，我觉得也很好。我女儿也稍微肉肉的啊，但我总跟我女儿说你很可爱啊，我永远都是最爱你的。对，人来那个俊德讲的没有错，我们最终都要回去那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地方，只是你醒来了没？你醒来了没？那我们醒来的人就会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那醒来的人其实每一天过日子也都过得比较充实，那快乐指数也会变得很高。这是练习过后会得到的一些很棒的改变。那希望你们大家可以慢慢练习，因为我是真的是。就是土法炼钢的练习，就是没有谁教导我，但是就是乖乖做，乖乖做，简单的是重复的做。其实真的要走到这个阶段，就是如果你有去看我的影片，其实都很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很难理解的，都是
真的很生活化的事情，都在你的日常当中的。对，信任游戏，小我很负面怎么办？也要爱自己啊，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会改变啊。什么？明章？如何在能量流内感受和觉知能量的流向，进而导向能量来达到心想事成？这个你可能要先静坐，你可能要先做静坐冥想，然后到达一个阶段之后，你才能了解能量流。我一开始还没有到很静的时候，是没有接触到能量这一块。如果你的心静不下来，是比较没办法再往能量流、能量场这个阶段进来。对，好，今天好快哦，一下子就30分了，那我们就不要耽误大家休息时间。那因为今天有主题，所以我就不会把影片删除。那明天可以的话呢，就一样10点半为大家做直播服务，好吗？那一样跟大家说，我会把我爱的能量放在这一支影片，希望所有观看这次影片的人都能得到我爱的能量。那就这样咯。Hello 168，I love you，拜拜。